看到一个非常震惊的新闻哈，说一个男方如果失业超过1年，那么他离婚率会超过85%。程序员这个群体尤其明显，虽然以前收入很高，但是一旦失业超过1年，基本上都面临离婚的情况。所以有人归纳叫什么呢？叫转账一停，感情归零。失业之后，我主动提了离婚。我一开始以为自己太矫情了，后来我才发现，我身边的3个姐妹也因为老公失业而离婚了。我老公今年40好几了，之前他是做建材公司的，级别还不低。去年5月份的时候啊，因为行业的效益不好，再加上年纪大了吧，就被裁了。刚开始吧，他怕我担心，就一直瞒着我，每天早出晚归，跟我说去跑业务。实际上呢，他去找朋友喝茶聊天混日子。过了2-3个月，他觉得瞒不住了，他就跟我坦白了。其实吧，我也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这工作没了就再找一份呗。我还安慰他说没关系的。但后面的日子里，他不去找工作了，他每天不是去街上游荡，就是在家打游戏。我们的生活是越过越拘谨，这谁能受得了啊？我们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这过了2个月，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主动提离婚。中国失业潮持续席卷各行各业，失业人员激增，许多人失业又不想让家人知道，只能是每天假装出去上班。有网友提醒说，男性朋友们失业后千万别在家里待着，因为你媳妇儿眼里，你既不能做家务，也不能赚钱，你就会面临着婚姻破裂的风险。研究发现，高收入男性失业超过了6个月，家庭矛盾会明显增加。如果超过1年，离婚率更是飙升至85%以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话题。中国失业的人越来越多，自今年的年初以来，上海、北京、杭州等多地都出现了假装上班公司。有些失业的人花30块钱就可以在这种假公司里做1天，在网上投简历找工作，或者是玩手机。假公司月底还能够提供所谓的工资条。近日，一位女网友分享自己被裁员以后，为了骗爸爸妈妈去假公司上班的1天，她早上9点45抵达公司，先询问了一下价格，最终花费30块钱坐到一个员工的工位上。她遇到公司的 CEO， 得知花费60块钱就可以坐在总裁办公室上班。这名女网友坐在工位上吃完早餐，就开始在网上找工作，休息时玩玩手机。在吃午餐时，她看到爸爸的一个朋友也在这里上班。下午5点半了，公司里好多同事都在加班，直到接近晚上8点，同事们才陆续下班。半个小时以后，他也下班回家。最近这种假装上班公司是越来越多了，四川的成都也有这样的公司。嗨，兄弟们，我在成都3环外开了一家假装上班有限公司，表面上我们是一家公司，实际上是一个成人托管所。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这些都是我们请的演员。由于近年来失业率暴增，失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又不想被家人知道，于是我就开了这家假装上班有限公司。你每天只需要花30元钱，就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工位，让你假装办公，享受高速的 WiFi、舒适的座椅，沉浸式体验职场氛围。你可以随时随地的玩手机、打游戏，正大光明的摸鱼，每天朝10晚5，上班还不用打卡，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每天中午公司还包一顿午饭，老板也会假装给你安排工作任务和制定目标。当然，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任何理由拒绝，也不用担心被开除，让你体验到把方案甩在老板脸上的那种快感。在这里上班，你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没有勾心斗角，也不用拉帮结派，让你体验到真正轻松愉悦上班的1天。也就是说，30元钱你可以享受到7个小时的上班时间和一顿四川的特色美食。有视频显示，在上海静安区的新时代大厦，只需要9块9就可以获得一个共享工位，假装上班。最近我一个朋友在东莞松山府开了一家公司，他的公司名叫做不上班公司。他现在已经几十个，就好像我们这个办公室一样，几十个卡位全部已经没位了。不上班公司是怎么回事？可以骂老板，可以不工作，可以睡觉，可以看小说，可以看视频，可以做任何东西。1天只要交30块钱，就给他一个卡位，
可以10点钟上班，可以5点钟下班，也可以3点钟下班，这个叫不上班公司。为什么想开这么一家假装上班的公司啊？当时我们开公司是开一个旅游公司，后来那个业务不多，想租工位出去，然后就在网上发了个帖子，假装上班公司，还挺多人关注的。你是什么收费的？有什么福利吗？普通工位是30块一位，我们有包间制50块一位，包午餐，下午有下午茶是免费的。提供廉价的服务。对，这个提供的，给你们提供情绪价值。在广州，假装上班的人多到超乎你的想象。走进图书馆、星巴克，满眼都是失业后假装忙碌的身影，从早到晚都耗在那里。公司楼下的星巴克，早上9点到晚上6点，一堆人面前摊着笔记本电脑，看似在拼搏，实则大佬在放空，纯属做戏。一到月头发工资，心都要揪起来了，咬着牙刷信用卡给家里面转款，就是为了保住那一点点的脸面。囊中羞涩，只有自己懂。为啥会这样呢？今年这失业潮跟台风过境一样，破坏力十足，工厂停工，工人下岗，餐厅歇业，服务员失业，写字楼里的白领也没能幸免。搞 IT 的、软件开发的，以前有多吃香，如今都贫困潦倒。博主狼哥提醒失业的男性朋友，如果你失业了，还成天在家里待着，那么你的婚姻可能就要亮红灯了。因为你这个时候在家待着，你媳妇儿会觉得你这个男人既不能做家务，也不能赚钱，那还不离婚？我之前刷到过一些中年男人被裁员了之后还假装上班的新闻，实际上他是去咖啡厅偷偷准备面试。我当时就特别不理解啊，你在家准备面试不一样吗？后来我才发现啊，这帮男人太聪明了，真的很有头脑。就再亲的关系都抵不住人类本性的一个嫌弃。当你没有工作弱势的时候，就别在人面前瞎晃讨人嫌，你得学会装得特别有上进心，假装各种投简历，就算没有面试的机会，你也假装偶尔有几个面试，最后是因为薪资等问题你没去，而不是一个 offer 都没有，那样就废了。兄弟，不要让别人看出来你没有公司接手。如果你现在30多岁了，一旦失业，基本都会离婚。我不是危言耸听，而这就是事实。我是做贷款生意的，来找我的很多的是打工的白领或者做生意的老板，几乎没有例外。一旦他们失业了或者生意失败了，基本都会离婚。但我从来没见过谁失业了，他的父母不认他，他的孩子不理他，这说明什么？婚姻这种让男人付出最大代价的关系，在困难面前却是最脆弱的。现在网上有一个统计就是男方如果失业超过1年的，女方提出离婚的概率超过80%。这个事情看得我挺扎心的。你如果长期没有价值的话，很多女生就是不愿意继续和你在一起。最近圈里也传一件事情，深圳这边有一个男生搞 IT 的嘛，以前情况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拿3万多，去年开始公司效益下降，他就被裁员了。他失业没几个月，他老婆就跟他吵架离婚了。这个男的特点是技术宅男，生活简单的2点一线，而且他赚的钱全部上交给他老婆，现在没有赚钱能力就立马被踹了。所以男人选老婆真的很重要，有的女人她是一丁点苦都不愿意陪你吃的。很多 IT 男的特点就是智商高，但是情商低，就是不会处理男女关系，而且他们择偶的时候有时候还喜欢看脸，这样就很容易被捞女捕获。博主清新表示，男人失业确实对婚姻影响会很大，尤其是如果失业之后丈夫不继续找工作，反而在家中混吃等死的话，那婚姻肯定是迟早会崩溃的。不过呢，并不是所有人的婚姻都是这样的结局，聪明的夫妻有更好的经营婚姻之道。他举了他身边的一个例子，不管啥样的婚姻，它也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它也是需要用足够的物质基础去经营的。咱首先要明确一点呀，失业肯定不是被离婚的直接理由，只有那种失业后就直接选择躺平的人才是被离婚的唯一理由。老话说啊，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大部分女人确实比较功利和现实，一旦在婚姻中遇到丈夫失业，遭遇家庭经济危机，第一个念头就是离开，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到损失。但是现实中啊，大部分女人，尤其是已经有了子女的，只要另一半愿意为这个家去努力，那她还是会选择和另一半共同应对危机的。博主清新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一个朋友马上40岁了，他在一家公司已经晋升到了管理层，月薪达到2万以上，比周围同龄人要高出不少。他可以说是家庭美满，婚姻幸福。可是没有想到公司运营困难，他突然间遭遇裁员。刚开始那几天，他整个人都懵了，天天把自己关在屋里，愁眉不展。他老婆虽说表面上没有立刻发火，
但脸上笑容是明显少了，而且家里气氛也变得压抑又紧张，感觉家庭危机随时都可能会爆发。有一次啊，俩人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一架，他老婆甚至哭着喊：“再这样下去，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算了。”听到这话，我朋友算是彻底慌了神。不过冷静下来后啊，他也开始反思自己。他意识到不能就这么坐吃等死，得想办法改变现状。于是，我朋友不再局限于原来的工作领域，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不管大小，他都去尝试。同时呀，他也主动承担起更多的家务，照顾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让老婆能安心工作。慢慢的呀，他老婆也看到了他的努力和改变，态度也缓和了许多。后来，他在他的朋友的介绍下呀，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行业。虽然收入比不上以前，但工作还算稳定。经过一番波折，他的婚姻不仅没散，反而比以前更加牢固了。男人失业1年以上，离婚率超80%，这前段时间的一个热搜哈。然后呢，就有很多人破防了，说你看你们女的就是势利，就是现实，是吧？这下实锤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咱不能这么武断的去看哈。且不说这80%这个数据到底是不是真的，咱就当它是真的。那我们有没有去想一想，在这80%的被离婚的男性里面，有多少是在失业了以后能够像大部分的女性一样主动承担起家里的家务、洗衣做饭带孩子的？那又有多少男性是在失业了以后因为自尊心受挫，沉迷游戏，拒绝沟通，家里大小事情依然还是不管不顾的？不是我搞男女对立啊，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的婚姻失败都是因为长期的内耗和压力，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夫妻双方无论是谁失业了，都应该积极主动的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弥补，比如说做家务、带孩子、提供情绪价值等等。所以说，与其拿一个80%的数据就给女性扣上一顶势利的帽子，还不如好好想一想，在这段婚姻里面，你为你的伴侣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